胖舞女拿出一颗药丸，塞进了客人的嘴里。她可不是在增加睡前情调，而是今晚有件大事要做。因为夜总会里有个神秘房间，除了2位老板之外，任何工作人员都不得染指。然而好奇的种子一旦种下，胖舞女决定今天就要一探究竟。等客人昏昏睡去之后，她取出偷来的钥匙，打开房门，看着眼前恐怖的一幕，胖舞女顿时傻了眼。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们有一整面的录像带，我知道他们会监视我们，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都录下来。俱乐部之所以发展的迅猛无比，正是因为这些录像起了作用。他们手握各大领导的隐私，舞女们的尊严也被无视。于是在曲梦的倡议下，打算联合一起绝地反击。毕竟这些录像也能成为他们的筹码。曲梦将计划告诉了杨文远，可仅凭他们2人现有的能力，想要将俱乐部绳之于法，无疑等于飞蛾扑火。从这天开始，曲梦就突然像换了个人一样，不仅主动在老板面前积极表现，还为俱乐部的香港之行学了粤语。很快他就力压了红月一头，成为老板眼前炙手可热的红人。可领导的城府岂是常人可以琢磨透的？红月及时捕捉了老板的意图。您要带曲梦去香港，到底是要干嘛呀？他的性子那么烈，最近又突然这么配合，有问题。想让他消失？说什么呢？别看2人整天为了偷拍争风吃醋，可真到了关键时刻，红月还是展现了好闺蜜的本色。在苦苦询问后，这才知道最近发现每天都有录像带被偷的事件，再结合曲梦的反常表现，2位老板便有了现在的结论。你和杨文远在干什么？他们已经知道了。你以为我没有察觉到？是你让何小红偷的监控室的钥匙，是不是？原来红月才是真正的好人，她是徐鹏的得力助手，此刻却成了姐妹们的保护者。可自从杨文远闯入了曲梦的生活，其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她。这种日子她不想再过了，便决定去找杨文远。可她的出行早已被人控制，红月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：我捞不了别人，起码把你捞出来。曲梦想打电话通知杨文远，可电话已经无法接通。与此同时，杨文远突然发现身边围满了人，他知道这次在劫难逃，便来到与曲梦相识的铁轨上，留下一手长诗后卧轨自杀。时间回到20年后，红月成了罪恶的埋葬者。蓬莱广场的惊天一撞，终于将这起跨越时空的纠缠撕开了一道口子。他拖动着残疾的身体，在各方人员之间牵线搭桥，将线索指向了现在的蓬莱集团。可此时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，带着那颗饱受屈辱的金球服毒自杀。他相信高峰会继承他的遗志，将生母的冤屈大白于天下。此时他已经从吴菲菲的手里拿到了当年舞女的所有名单，其中一个就是亲生母亲的名字。高峰给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，他模糊地记得那是一间木房子，然而吴菲菲却把他的话录了下来，随后就交给父亲吴国豪。就好像是 disco 舞厅里那样。就从这个灯开始查吧。高峰凭着记忆将线索交给了苏敏，并附上了那俱乐部的名单。他坚信总有一天，好兄弟一定能准确告诉他有关于自己亲生母亲的信息。很快警方就开始了紧张的调查，吴国豪也正在抢先一步拿到结果。几天之后，吴菲菲接到了高峰的电话，并随着他来到一栋别墅。可来到这里后，却并没有记忆中的画面。原来高峰从始至终都没相信过吴菲菲。你开个价，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，要不然你那几个朋友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钱在你们家是什么呀？当擦屁股什么用的是吧？双方人马彻底摊牌。第8集虽然落幕，但并不意味着疑惑的消解，而是更大迷局的开端。当年曲梦偷走的录像带，至今都下落不明，是早已被人为销毁，还是藏在某个角落等待重见天日？高飞儿时记忆中的木房子，又将指向过往哪桩被掩埋的罪恶？而这场跨越20年的真相追查，究竟谁能笑到最后，谁又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？答案只能在黑暗的尽头寻找。